还记得我以前养的那只自己喷了满缸墨，结果墨有毒，然后给自己毒死了那只墨鱼吗？时隔1年，我终于又整着了一只，太不容易了。而且我有十足的信心养活这只墨鱼，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只墨鱼小，我这个缸的水系统非常的大，它就算是喷墨，我的净水设备也会在短时间之内把它的墨给过滤掉。这个叫什么？养工不够，设备来凑，都是科技与狠活啊，铁子。另外，这只到我家1周时间未叫一声的泼墨呆毛小鸟，今儿个是终于吱声了。别人家的鸟叫出来都是这动静的，俺家这只叫是这动静的。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在鸟蛋里头你抽烟喝酒呢？咋出来就是烟酒嗓呢？完了还挑食。看着鹦鹉奶粉就是这种反应，看着断奶粮那就，你真的好纯粹呀，丝毫都没有遮掩你的饮食喜好。算了，瞅你闹心，我还是去看看墨鱼吧。那啥，我说他死了，你们信不？这屁股还让海螺给啃了，这咋的？没喷墨也能死吗？这，咋葬啊？火葬费拉酱，要么土葬，种苞米地旁边，明年能结出来墨鱼丸不？要不先放冰箱吧，等那个鹦鹉长大了，再把这墨鱼的墨鱼骨拿出来，给它磨嘴补钙用，正好。哎，章鱼居然预测世界杯这个队伍会赢。12年前，章鱼保罗横空出世，完美的预测了当年世界杯的各种赛事。当时我就立志，大了之后这章鱼我也要养一个。12年后，被称为海洋福音的我终于也养了一只章鱼，让他预测一下今年世界杯，证明他也是个懂球的。就小试牛刀的先预测一下比较受关注的23号那场德国对日本。你看道具我都做好了，一个 D 一个 R， 代表着德国和日本。接下来就看他决定钻到哪个盒子里面吃掉螃蟹，就预测着哪个队能赢。但是我发现有个技术上的问题啊，我家章鱼跟保罗的差距可能不是预测的准和不准，而是他好像不会钻盒子。不能啊，之前我教过他怎么钻瓶子呀，他咋换成方形的就不会钻了呢？这年轻鱼不懂变通，这以后上社会上你不得吃亏呀？也有可能是诱惑力不够大，每个盒里再给他放个大虾，这诱惑力多大，我都想进去吃去。哼，里面螃蟹都吃上虾了，他还是不钻。钻呐，你再不钻，那螃蟹一会儿都吃成顶盖肥了。哎，钻了，用他那个猥琐的触手抓起了大虾，然后毫不犹豫的用他我也不知道是左还是右的第几只手也抓住了螃蟹，并且整个鱼钻到了盒子里面。接下来咱们揭晓答案，他选择的是德国，而且虾和螃蟹他都吃了，看来很有可能是德国2-0胜日本队呀。行啊，很机智的选了德国队赢，捡条命知道不？我本来都计划好了，你要是敢选另一队赢，我就把你做成鱿鱼丝儿。别问我为什么，前2天不是有个墨鱼被我养死了吗？我把它冻起来了，然后打算等这个鹦鹉长大之后，把这个墨鱼骨取出来，给这个鸟磨牙补钙用。这事儿自打他知道以后吧，他好像飘了。以前他吃饭是这样式儿，现在他吃饭，你把高兴的这个情绪表现的真是开怀大笑，笑口常开，谈笑就全的。我死个墨鱼，你这么高兴好吗？不过我运气不错，又搞到了几只墨鱼，其中一只还会喷墨。这喷墨的小子我不要了，我拿别的。不敢要啊，那只整回来了，到我家进缸啪嚓一喷墨，又该像以前那个似的了，一缸墨水系统直接崩溃。我现在用的还是套缸，他一喷墨，那真是一桩含笑九泉株连九族的灭门惨案呐。这几个墨鱼现在还在渔场，让他帮我养2天再发，稳定稳定。高兴吧？你又有备用的墨鱼骨了。哎呀，你未来的路我给你铺的是明明白白，但你长得也太慢了，多大了，到现在还不会飞。我有时候真怀疑。喂，门快，我的枪！哎呀妈呀！死狗的奔着墙飞干啥？你一头撞死了，那墨鱼骨我给谁呀？你回窝待着吧，太吓人了。
这咋就要吐沫了呢？我心心念念的墨鱼终于到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打开箱子瞅一瞅。墨鱼这玩意儿最怕的就是运输过程中受惊吓吐沫，沫会坏水，然后就容易缺氧而死。只要它没吐沫，它就……是我眼花吗？这俩袋怎么好像不一个色儿呢？喷墨了吗？这不？哎，还行，活着呢！哎，赶紧捞出来，给它放旁边那个袋里，跟那只墨鱼一起过温过水，适应水之后就可以入缸了。小样命还挺大，运输的时候喷墨居然还活着。你咋还有墨呢？赶紧换袋！不是，俩袋都有墨。不过这么个小玩意儿是怎么存这么多墨的？不是，现在不是好奇这个的时候，直接入缸。不行啊，没适应水质扔缸里会死啊！完了，这下彻底乱了。还好我刚才临危不乱，趁墨还没有散开的时候，把墨最浓的那部分水倒出去了。过温过水也完成，入缸。墨鱼这东西的变色能力真的很强，你看石头边上这个墨鱼就是深色的，沙子里面的这只就是白色的，而且它的触手居然像腿一样能走路。你看这个小短腿的样子。这次啊，我有十足的信心能把它们养活。毕竟吐了2次沫还活着的墨鱼，这命得多硬啊！这样式的我再养不活，我就生吞鲱鱼罐头。昨天我说这俩新到的墨鱼，如果我没养活的话，我就吃鲱鱼罐头。结果我今天早上上鱼缸前头一瞅，他俩就是，没死，老感动了。喂个螃蟹，这我不得谢过两位大哥努力活着，没让我吃当鲱鱼罐头吗？这螃蟹他俩都不能吃，墨鱼这玩意儿开吃老费劲了。我之前养过那么多墨鱼，怎么就你开食了呢？熬出头了吗？还啃墨鱼屁股的东西活着？我家章鱼之前预测世界杯，在代表德国的盒子里面抓了2个食物，结果德国1-2输给日本。大哥，我是让你预测谁赢，没让你预测赢那人得几分啊！这一下不知道坑了多少人。天台上的风应该挺大的吧？给你个一雪前耻的机会啊！25号那场加纳对葡萄牙，你也给我预测一下。保罗同款道具我都准备好了。然后经过了我对他持续3天的魔鬼训练，最后他终于还是没学会怎么开这个盖。太笨了，人家保罗一下就打开了，我本来还想给你起名叫保罗呢，你这样的，你叫张狗蛋吧。见名好养嘛，太笨了。这期视频我要用别的动物来预测。我国古代自古以来就有用龟壳占卜的习俗，咱今天把这个龟翻过来，然后转圈，停下的时候头朝上谁就赢。哇，我的屁骨头好像给我干裂纹了，不行，换一个预测。我国古代也没有这么狠的龟呀，就用雀尾螳螂虾来预测吧。这个浅色背后带花纹的螃蟹代表加纳，这个深色没花纹的代表葡萄牙。放一块对比还是很好区分的，吃哪个螃蟹就代表哪个球。
我家新到的墨鱼莫名其妙屁股上少块肉，还有我之前养死的那只也是如此啊。最近这2天我就搁这嘎达寻思，到底因为点啥？突然之间让我想到了，这个缸原来是养海鳗的。我放了一种叫六线龙的特别爱钻沙的小鱼给这个海鳗处理寄生虫。后来那个海鳗插上了梦想的翅膀飞上天堂之后，我把这个六线龙给忘了，肯定是他偷摸给墨鱼屁股啃了。看我把它给挖出来。这六线龙啊，我就见着过它入缸那一面，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但是我确定它肯定在沙子里，咱们得慢慢挖，别给墨鱼吓得喷墨了。哎，就是这小子，半夜黑灯瞎火偷摸啃墨鱼屁股的罪魁祸首。我得速战速决，要不然一会儿又钻沙子里了。慢，看不清，哎，出来了，就是他，害得大家以为墨鱼是我养死的。把它丢进缸里喂鲨鱼，好像是有点残忍了，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给它扔小鲨鱼缸里吧，咋说也是个鲨鱼呢。哎，你看这玩意儿又没了，这回能洗清我的冤屈了吧？这墨鱼啊，虽然已经冻成冰块了，它真不是我养死的呀！别冤枉我了啊！我真是海洋福音我。另外，我一直觉得我家鹦鹉真是又乖又可爱，哎，直到有一天。他当我面薅我金链子，当时的我依旧觉得他很可爱，但是接下来我就听着了咔吧一声，他给我薅折了。有谁要养鹦鹉的吗？能分金断石的那种。我家这个长得极度像章鱼保罗的张狗蛋，之前预测世界杯结果头一回就预测错了，而这个螳螂虾连比赛细节都能完美的预测出来。今天让他俩 PK 一下，看谁准。德国对西班牙这场。后背有花纹的螃蟹代表德国，没花纹的代表西班牙。先让螳螂虾上场，你觉得哪个队会赢，你就吃哪个队的螃蟹啊？这啥意思呢？一动不动。德国的螃蟹主动选择了找死，然后一电炮让人给闷回来了，不科学呀！平时视螃蟹如命的螳螂虾，今天预测居然无动于衷，我是看不懂了。你们觉得他是啥意思呢？还是让张狗蛋试一下吧，看看这次他能不能一雪前耻。盒子上的 D 还是代表德国 ，R 代表西班牙。请钻进你觉得会赢的那个队的盒子里吃螃蟹。上次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德国，然后德国就输给日本。反正如果我是他，我这回打死我也不带选德国的。但是为什么你又选择了德国呀？你是德国队的球迷吧你啊？上次就是因为你选的德国，然后我相信你啊，然后我不就上天台吹风去了吗？给我冻得大鼻涕浪叽的，现在还没好，你还选德国？德国就德国吧，西班牙这个螃蟹你没选，你倒给我呀！你抢啥？就你劲儿大，你除了劲儿大，你还滚！待会喷水，齁死我了！我去！嘿，他要进攻了！我去，这玩意儿吃东西太帅了！今儿新到了点活食。我要给这个墨鱼缸简单造个景，咋样？有没有点小珊瑚礁的感觉？咱再给墨鱼喂个螃蟹。墨鱼这种伏击型猎手，性格非常小心谨慎，但是它的攻击速度非常之快，有如饿虎扑食、恶狗强食、饿狼。哥，你是不是不饿呀？那螃蟹没有危险，你也太谨慎了。要么下回我煮熟了，我再扔你缸里。不吃人家还冲人家吐舌头，你能不能有点正形？你属变色龙的吗？哦，怪不得我之前养死的墨鱼嘴里面都有2个大舌头，原来是干这个用的。这堆剩的活食渣渣里面小生命不少呢，看小螃蟹、小寄居蟹，这还有个小虾爬子。嘿，它的前肢跟我家螳螂虾一样，是小拳头啊！啊，这小玩意儿太可爱了，我要重新开一个缸，把它专门养起来，然后它弹我，你敢弹我？给我弹它！给你能耐的哥们儿，海洋之灾称号没听说过呀？别的海鱼来我家，要么在来的路上瑟瑟发抖，要么在来的路上自我了断。你上来，你哐哐，你干我2下子，你去墨鱼缸里自生自灭吧，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饿虎扑食、恶狗强食、饿狼。今天到了一个集神奇与诡异于一体的生物，外表看似平平无奇，仿佛盘踞在斑驳的城门旁边的那块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啊！
但是，一旦你给它入缸之后，你会发现这盘老树根居然在动。这一盘仿佛海中微景观森林的生物叫蟒蛇尾啊，跟海星是近亲。当你把它看作是海中的微景森林的时候，你会觉得神奇而又神圣。可是当你知道了它是一个浑身长满触手的动物之后，有没有瞬间觉得好诡异？我现在拍视频，我后背都是凉的，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小倩她姥进我这缸，但是加速镜头下的她却是这样，像一棵海草，随波飘摇，海草。看完它以后，我再看我截角手工产蛋盒里面的苔藓，我感觉苔藓都好像会动。这个视频是上个月拍的，当时我的截角手工荣幸的产下了2个蛋，但是有一个蛋吧，就是颜色发黄，外壳还稀囊过的。这个蛋就是运气好了能孵出来小手工，运气不好的话应该就长毛了。然后我今天一看啊，皇天不负苦心人，它终于长毛了，废了。更要命的是，看完蟒蛇尾之后，我感觉这个蛋上的毛都在动。爱吃毛蛋的吱个声啊，白给。我今天必须收拾这小鹦鹉，就我手上没有奶粉，它不认识我。而且别的鹦鹉像它这么大都彻底断奶，它还跟个小 baby 一样就喝奶粉。断奶粮放面前不吃，哎，踩着玩儿。但是我总结了一下，应该是没有人教它这个东西是吃的，在他眼里只有这个喂食器的形状，这里面才是吃的。所以我决定找个鸟来教它。经历了我栩栩如生的教导之后，他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是能吃的了吧What the fuck？ 鸟的问题解决了，草的问题又来了。我养的这堆食虫植物，那是一天比一天枯萎，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刚才我的脑袋撞到盘子那一刻，我突然就想明白了。现在是冬天，家里几乎没啥虫子，食虫植物没有养分来源呐，所以那就只能抓苍蝇喂它们了。这一个苍蝇我找了2点我才找着，不能让它跑了。哎，抓到了，那就对不起了。5、15、20、2亿没有。这苍蝇好悬没跟着我的肩胛骨一起晃碎，咋不吃呢？死了？这反应速度你能抓着啥活虫子？谁家有死苍蝇跟我说一声，我要。我居然弄到一条抱卵的蓝环章鱼！哎呀妈呀，老得劲儿了！前2天我不倒了个蓝环章鱼吗？那当时给拟态章鱼吓得蜷缩在角落一动不敢动。但是今天我发现他俩好像处上对象了。我不知道章鱼处对象会有什么肢体语言啊，但是就他俩这小腰一搂，我要是个单身狗，这会儿我都得研究给他俩做成刺身。这小腰搂的太气人了。明天把你俩家长叫来，全缸通报，点名批评记大过。另外，我这今天新到了个好玩啊，特别难得的抱卵的蓝环章鱼。想想不久的将来以后，它们全部孵化成功，我家到时候就有几百只蓝环章鱼。想想怎么还感觉有点害怕呢？不过我估计你们也不信我能孵出来。没事儿，我左下角详情页还有100血蛋的礼包，我每天都去练练，顺便领福利。毕竟每孵出1只5星异兽就能领孵化福利，不喜欢吞噬掉还能进阶，每升1级又能领进阶福利。反正我是咋的也不吃亏，就我这3天集齐648种异兽的能力，孵化你一只小小的蓝环章鱼，那不手拿把掐吗？现在就是说，这个缸里现在是有1匹拟态章鱼和2头蓝环章鱼啊，一头抱卵，一头没抱卵。刚才我冷静了一下，这蓝环章鱼要是没孵出来还好，真孵出来的话，我家就有100多只蓝环章鱼了。哎，到时候他们再集体越个狱，那我不又得搬家了吗？那这卵你们觉得我是孵比较好呢，还是把它们扼杀在摇篮当中比较好？你说我闲的没事整这玩意儿干啥？你们让我收集的花鸟鱼虫的最后一个空位，虫在半个月前就到了，就是这小子，长得跟假的似的，瞅第一眼我以为标本呢。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虫，叫长脊大兜虫，又称赫拉克勒斯，
是由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玩意儿在很多世界级的影视作品里面都出现过，比如下边这个跟我同姓的海贼王路飞，他就曾经抓着过。甚至就连乔巴问他这玩意儿和大逼宝哪个更好的时候，这老小子居然都犹豫了。由此可见，这玩意儿在昆虫当中的地位有多么高。那为啥都到了半个月了，我才发给大家看呢？主要是当时的他刚羽化成成虫，他还不适应这个新身体，也就是说，俗称就是他当时半身不遂。适应身体的这段时间也叫蛰伏期。那蛰伏期的甲虫，我们需要把它用这个湿的纸巾给它全部包裹住。等到它适应了身体之后，会把这些纸撕碎，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养了。而今天就是它出蛰伏期的日子。我这有两块板摔坏了。就这样，我精心准备的饲养盒用不了了，我决定给它定一个更大的，在新盒到来之前，只能委屈它了。500年，桑田沧海，万事也长满青苔。今天让我们家宠物预测一下世界杯冠军。为了这期视频，我特意定做了章鱼保罗同款道具。我本来合计让之前连续2次预测准确率为100%的螳螂虾先预测，但是这小丫头正好赶这时候蜕皮了，啥也不攻击，那就让她老公替她预测一下吧。浅色后背有花纹的螃蟹代表阿根廷，深色后背没花纹的代表法国。你觉得哪个队会赢，咱们就打哪个队的螃蟹啊！哎，阿根廷螃蟹躲起来了。螳螂虾果然不出意料的选择了法国队会赢。再让我们章鱼保罗的亲戚张狗蛋来预测一下。虽然他之前的预测准确率为0%，但是我觉得这回他一定能一雪前耻。嘿，他打开了代表阿根廷的盒盖，并且抓住了代表阿根廷的螃蟹。其实我也觉得阿根廷会赢，你没看出来呀？你还是个懂球的章鱼。来握个手，英雄所见略同。阿根廷必死。嘿，又往我脸上喷水。没事，阿根廷能赢就行。不一定吧，章鱼预测的就没准过。我觉得螳螂虾预测的法国会赢。不可能，就算张狗蛋的预测准确率是拉胯了一点，但是阿根廷实力在那摆着呢。那你立个 flag， 法国赢了怎么办？法国要是赢了，你让我干啥我干啥，行吗？行啊，冠军要是法国的话，你就穿这个服装伺候我一天，让你干嘛你干嘛。行，阿根廷要是输了，我就穿女服装伺候你一天。说到做到，兄弟们呐，中招了。弱阳，现在是浑身酸疼，嗓子也破了，体温38度，所以最近几天呢更新呢，那必须坚持更新。什么事儿也没有，给你们更新视频重要，对不对？等会儿啊，不敢使劲咳嗽，我嗓子破了。我现在喂鹦鹉我都戴口罩喂，怕给传染喽。我直接帮你喂得了。那不行，谁喂它记谁。哎，我刚才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儿，鹦鹉这玩意儿正常体温40来度，病毒在它体内活不了啊，好像。草率了，它俩免疫力比我强。另外，我订的长脊大兜虫超豪华大别墅终于到了，我给简单布置一下。这是个斜口果冻台，这你敢信？长得如此威武霸气的甲虫，居然是个果冻爱好者，每天就是趴着吃，脸处里吃，倒立着吃，以及把果冻盒整个拿下来，然后脸处里头吃。我并不清楚昆虫是否拥有梦想，如果我家这只虫子有，那它的梦想一定是长大要当太空人，这样爷爷奶奶才能可高兴了，给他们爱吃的狼果冻。狼，多点关心，多点爱。我不行了，我得躺下去了，浑身疼。大家一定注意身体健康，别中招了啊！谁说养爬虫没用？降温效果杠杠的啊，还有预备队呢。你自己你也知道你自己是热乎了，上那头晾凉了再回来。下一个自己往上爬，自觉点。出事儿了，我还在这嘎达乐呢，这俩要死的乌贼开神了。突然我就闻着我旁边有一股就是咸鱼味儿，完了我一回头，咱就是说当时这个光景就给到了我们一个这个
震惊的这种感觉。拥有着丰富死鱼经验的本人一眼就看出来，好像是蓝环章鱼。他身上依稀还能看出来环状花纹呢，大小都对上了。咱家除了他，没有这么大点的章鱼。那不能啊！蓝环在这个缸里呢，缸盖都锁着呢，它怎么还能瞬移出来？好像是眼粒子。哦，那它是搁这儿掉下来的？不可能啊！你们看啊，这个玻璃条子，它平时就是锁缸用的，因为这个缸盖后面它经常漏这么个小缝，所以说平时这个玻璃条我就这么一卡，这样一来后面就没有缝了，它怎么可能跑出来呢？我昨天没卡是吗？哥，我对不起你，你放心，我指定给你厚葬了，就埋在我家院里头，让你看着我每天向你忏悔。那嘎巴让它抠不掉，是这个。哎，你们说发明铁板鱿鱼那人是不是就是家里养的章鱼死地下了，然后把它抢的时候获得的灵感？我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啊，把它埋我家院里，那地是不是就有毒了？种出来的菜能不能也有毒啊？不行，不能买。那要是冲下水道的话，算不算投毒啊？今天给你们吃个鲱鱼罐头。我之前不是立了个养死墨鱼，咱们就吃鲱鱼罐头的 flag 吗？咱们说到做到啊！你确定你要在家吃这玩意儿啊？那大冷天的我还出去拍了，没有那么大味儿，你闻。你要在家吃这房子住不了人了，首席支架给你，老铁，对不住了。有那么大味儿吗？这玩意儿跟我养的鲨鱼拉的粑粑味儿一模一样。我烤一下。之前不是说养死2只墨鱼生吞鲱鱼罐头吗？我养死一个烹饪一下不过分吧？我不知道加热粑粑是什么味儿，但指定比这玩意儿香。我们感觉加热完更臭了呢。撒点烧烤料，面包片给它一夹，试试啊。这是味道啊，还不错。这个面包的甜呐，和这个鱼的厚，它是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大家有条件的，我建议你们也试试，其实真不错，很好吃，可好吃了。它那个鱼肉的口感就好像在冷水里面泡了好多天，然后那东西你谁家把屎泼外边来了？不知道啊，反正我新鲜烧烤给你玩吃完了，赶紧吃了，赶紧走。其实味道真有不错，我非常建议你们也试一试。8小时后，家人们呐，别试了，真穿呐，老大劲儿了。2022年，我家一共新到了5条鲨鱼，其中柠檬鲨、黑鳍鲨、狗鲨各1条，白鳍鲨2条。结果白鳍鲨全军覆没。而神秘又美丽的蓝环章鱼一共到了7只，时至今日还剩唯一一个在缸里存活的，还有个抱卵的不知所踪，我也没敢下手找。还有一个自己跑出来干死了，嘎巴在地下，我抠半天才抠下来。过去的1年呢，飘逸而又灵动的海百合、羽毛星一共到了6只，在我的精心照料之下呀，全军覆没。过去的1年呢，有3家渔场在给我发完鱼之后，出现了跳闸、停电、线路损坏等问题，然后3家渔场共计损失了5个池子的鱼。就赖我！这1年，我和这个长腿、人美、心善、厨艺好、手艺佳、能喂鱼、爱扒虾、身材爆炸、吃嘛嘛香、身体倍棒的姑娘一起度过了12个月。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度过余生的几十年。对此我充满了信心，毕竟它比鱼扛活呀。我崩溃了，同志们！就我本来以为养2只鹦鹉，我就能过上那种鸟语花香的生活，结果别叫啦！叫的难听，要不然试试？
今天给你们来个电鳗电蛤蟆慢动作版。首先有请1号蛤蟆登场。1号蛤蟆是由我本人的亲女朋友独家非情愿赞助，主要是这蛤蟆他让我留着回来他吃。那么在他得知此事回来以后打我的时候，希望大家能替我求求情，留我一条狗命，谢谢。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场上的情况可谓是狭路相逢。那么在慢动作镜头下电鳗电蛤蟆的一瞬间，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谁让你直接吞呢？你以前不是电晕了再吃吗？拍视频的大哥，视频效果全没了，你吃完了你还打嗝？你真的，我要是不怕被你电死，我高低我进去一大嘴巴子，我踢死你！接下来有请2号蛤蟆登场。2号蛤蟆，咱们还是可以看出来造型非常帅的。而且它的泳姿采用的是双腿交替式踩水。这里有个知识点啊，我们人类的蛙泳就是跟蛤蟆学的。咱们的蛙泳不是2条腿一起蹬吗？那蛤蟆不是这么游的，那是咱们学岔劈了。啊，对，泳姿的问题不重要，这期主要是看那个电鳗放电的慢动作。好，我们可以看到电鳗采用的是一个偷袭的战术，一股杀气由蛤蟆的踝关节流向它的半月板，然后直冲天灵盖。警觉的蛤蟆试图逃跑，可是电鳗在一瞬间释放出的电流使他全身麻痹，蹬直了双腿。接下来电鳗用了一个难度系数 9.9 的嘴唇子壁咚高难度动作 KO 了对手。根据电解水的原理，强大的电流在水中释放会产生大量的气泡，这个我是瞎说的，你们不要轻易相信，我也不知道真假啊。学识渊博的朋友可以解答一下为什么电鳗放电会有气泡，我也要去研究一下子。我小时候蛙泳是不是学错了我呀？不是2腿一块蹬吗？墨鱼在我的精心照顾之下，那活的是非常……哎，你别走哎！露馅的这个吧，我可以解释啊。你们看这俩墨鱼其实活的就很好，那为什么就它凉了呢？我给你们个完美的解释啊，就墨鱼这个玩意儿，它不像章鱼爱钻洞，那为什么它死在了洞中呢？首先排除是我养死的啊，大家都知道我不可能养死鱼。然后根据我多年养死鱼的经验，这个墨鱼指定是自己进洞里头，完了就迷路了，然后他就在里面来回撞啊，就给自己撞死了。真是一场精彩的推理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没有任何一个人持反对意见。你俩看好他啊，别闲着没事往那个洞里走，否则他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哎，我就知道我一养死墨鱼。一有墨鱼自杀，你俩就得乐。恭喜你俩，磨牙补钙墨鱼骨库存加1。刚才那个加上冰箱里这俩，你2条有3个墨鱼骨，你俩多阔！跑啥呀？别怕，你俩很安全。我目前为止只养死过1只鸟。然后再说一下啊，我家这个能拟态成各种动物的拟态章鱼最近是拍不了了，它就是又拟态成一个死章鱼了。完了啥时候能拟态成个活的，我也不太清楚，主要是。这玩意儿现在买不着了，这咋又拉丝儿了呢？生命真是太伟大了，一只毛都没有长齐的小。鲨鱼是血，那它爱吃东北血肠吗？今天测试一下鲨鱼对血腥味的敏感程度。首先试一下鱼血，咋没反应呢？咱家鲨鱼没长鼻子？嘿，开始长了。纪录片不曾欺我呀，这点鱼血能让它这么激动。我一会儿去趟菜市场买点咱东北的大血肠，这玩意儿鲨鱼要是爱吃，那可好玩了。那个血肠少嘎点行不？拿回家喂宠物呢。我喂鲨鱼，
鲨鱼还吃这个？那试试。这个血肠我还特意问了，没加任何葱姜蒜什么调料，它就是猪血、水还有盐。再把这个肠给它去了，鲨鱼吃下去保证是没问题的。你们几个准备好做一只纯正地道的东北鲨鱼没？好，我们能看到血肠落在了场地的中央。1号鲨鱼运气回头吃下了血肠，此番操作可谓是荡气回肠。哎，他吐了，吐完了又吐了，吐完了又吃了，吃完了又吐了。看来这位选手想吃血肠的心不是很坚定啊。此时吸盘鲨选手竟然吃掉了他所有吐掉的血肠，不愧是光靠捡剩饭就能长得比鲨鱼还大的吸盘鲨。不过想想也是，没听说谁家鲨鱼是吃猪肉长大的，还吃你的鱼吧。哈哈，我王小怪又杀回来了。我鱼缸底下那些蚬子壳呢？谁给我收拾的？太干净了！整明白了，我出门这几天，我爸过来帮我喂了2天鱼，然后把鱼缸给我收拾了。真的，我现在特别感动。别人爸爸给儿子的父爱那是严厉又无声，我爸爸给我的父爱那是干净又卫生。没毛病啊，干净又卫生啊，兄弟们。喂鲨鱼吃点小鱼儿。不好意思，太久没喂了，有点掌握不好位置。这回对了。我去，又是熟悉的配方。柠檬鲨每次吃最后一条鱼都会把鱼头拧下来，然后收拾这个鱼头的活就交给了吸盘鲨。再喂几个虾。一般吃虾这个活那就是周成鲨的了啊。我们家的鱼都非常的有等级观念。你咋吃上鱼头了呢？不是你之前你不就吃蚬子和扇贝肉吗？我爸养你2天，这鱼头你都吃了？那我这扇贝肉我不白化了吗？我呀，海洋之灾这个特性看来是不遗传呢。我干脆让我爸养鱼，我下岗算了。我爸真是太干净又卫生了啊，兄弟们！我的妈呀，你怎么还跟猫抢上猫粮了呢？我告诉你 ，Timmy， 你不许咬它啊，乖。姜，白化蓝蛇石龙子，这是我给我对象买的礼物，他特别喜欢蓝蛇石龙子。之前看了白化蓝蛇的照片，说特别好看，想养一只，然后我就攒了3个月的钱给他买了一只。这玩意儿啊，老贵了，我都没敢告诉他啥价，我要告诉他，他肯定就不要了。我偷摸告诉你们啊，就这一只就相当于200多个蓝环章鱼，即便换成燕子窑，这一只都能买6个燕子窑。通俗点来讲，这就相当于5个苹果13。不过我跟我对象都很喜欢，喜欢就不贵，而且养大了还能生宝宝，说不定我还能赚点。这只蓝蛇还有2个隐形基因，有可能会生出来粉色的蓝蛇石龙子呢，想想都好梦幻。另外，各位不用担心它安全啊！蓝蛇石龙子我有一条养了5年的，到现在都没死，但那个不是白化的，所以便宜。看看这4条超短的腿儿，就这4条腿加一块还没有它脸长呢。而且蓝蛇石龙子是所有蜥蜴当中食性最广的，就这玩意儿它啥都吃，水果、蔬菜、虫子、肉。Timmy别叫了啊，拍视频呢。就甚至于说猫粮、狗粮、猫罐头、狗罐头这种东西它都吃。别叫了，别叫，拍视。Timmy， 住口！别动！你先别动啊！你抢他猫罐头干啥呀？你不怕他挠你啊？我给你煮的鸡胸肉你不吃，抢人家猫罐头。Timmy别动，别动，我心脏受不了。你就搁那待着啊！我跟你说，就这一只够买几百袋猫粮的了，你可千万别挠它呀！你是不是欺负 Timmy 呢？不是，我给你新买的白化蓝蛇到了。完了，我感觉 Timmy 好像要挠它。Timmy 只是想跟他玩会儿而已。玩坏了咋整啊？你离远点。玩坏了呢？你知道这玩意儿一个值5个苹果13。几个？5个。
没事儿啊，您慢点吃，别着急。猫我已经关起来了，以后这猫食盆就归您了，您想用什么吃就用什么吃。您要是觉得这猫食盆档次不够呢，王小怪的碗以后也归您了。以后您不吃完，我们全家都不动筷子。等您吃完。这是整回来个活爹呀！这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缸？这个就是原来我在旧房子养鲨鱼用的那个2米的缸。搬到新房子以来，我一直在等它的浇干，然后养好水。今天终于一切齐活了，我马上就要去旧房子去把龙鳗取过来养这里头。我操，这么寸吗？柠檬沙在快搬家的时候嘎了，你也挑这个时候走？我刚才上楼的时候一开门我懵了啊，各位。我一开门，我整个房子一点水流声没有，说明啥？过滤全停了，跳闸了。目前为止来看，好像只有龙鳗出意外了。这小玩意儿啥事没有啊？好像只有龙鳗出意外了。这鳄龟啥事没有，这玩意儿能呼吸。这条七彩牙鱼也活着呢，这个玩意儿也能上水面呼吸去。我刚才把电闸推上去了，问题原因找着了。推完之后，这后头一股糊巴味儿，估计应该是加热棒出故障了，短路是怎么的，直接给家里整跳闸了。管他咋地，先捞出来吧。我人已经搬新房子住去了，然后因为那个大缸的胶一直没干嘛，这几个鳗鱼我就一直没搬家。然后我一般是2、3天我过来看一眼，就是加点水喂喂食啥的。结果不知道哪天跳闸了，我人还没在。我估计可能是昨天，甚至可能是今天的事儿。这龙鳗的这个身体还很新鲜，有时候真的我就发现，我越喜欢的东西怎么就越脆呢？你说同样都养在一个缸里，那小海鳗啥事儿没有，这龙鳗就不行。第2条龙鳗了啊！我真的我心好累，不养龙鳗了，我那个大缸养点别的吧，养累了我有点。各位觉得那个缸养点啥好？给点建议打在评论区吧，感谢各位，我现在太懵了我。哎，你抢这玩意儿干啥呀？你把注射器还我行不？自从我知道羽毛星吃浮游生物之后，我就不知道咋喂它了。这小子现在就是已经饿到自闭了。往日张牙舞爪的翩翩少年，此时已经抱成一团，在这儿委屈度日。还有这群平时就栽栽愣愣的倒立水母，此时就已经扁爬了，都不栽楞了都。死马当做活马医吧，我整了点丰年虾的幼虫，给羽毛星整点儿，再给倒立水母整点儿。其实吧，就是把这个玩意儿给它装到注射器里，然后往这个水母的这个触手上面喷。啊，羽毛星也有触手，用来抓浮游生物的。刚才呢，我给它喷了一注射器的，之后我就发现这小子现在就是张牙舞爪，这是真是饿疯了，这是啊！偶尔就抓水里那个丰年虾幼虫，哎，行啊，养这么长时间可算吃吃了。来，那边多来，你搁这边你再抓一抓。还有这寄居蟹，哎，哪有热闹哪到。我喂个羽毛星给你馋够呛，来，给你来点，咱吃不了，咱闻闻味儿啊！哎呀，真吃啊，大哥！哎，你还真是横竖不挑食，你哎，你抢我注射器干啥呀？想吃自助餐呢？不是，你是真给我省心了你啊，连喂都不用，你自己吃啊！你把那玩意儿给我来，你不会挤，我帮你。哎，你怎么还夹人呢？你给我，我给你挤，还抢不过来了。行，你吃吧，给你了啊。塑料那玩意儿才顶饱呢，你吃啊，不够吃跟我吱声，我再给你整几个去，这玩意儿管够啊。哎，别这样，咋一言不合就干起来了呢？瞅瞅这个新到的小东西好不好看？这个叫美人虾，搞了一对，真是虾如其名。就这个虾的颜色花纹有没有一种圣诞拐棍糖的那个感觉？先给他们过温过水，然后入缸啊。走，你去吧，去这个鱼缸里面开启你崭新的新生活。你下去，你倒是下去吧，兄弟，下边宽敞。哎，下来了。哎呦，虾呢？
妈呀，我瞎，不好意思啊，兄弟，这是兄弟，这还是姐们儿，不是故意的啊。第二只也入缸，跟你讲，你俩就在这里好好过啊。闲着没事呢，做个比翼鸟，结个连理枝啥的啊。最好是再给我甩一缸虾子，我孵孵小虾宝宝玩。刚才我没有看错的话，他俩是干架了不？哎，不是，你俩刚才见第一面唠什么了？这个虾语我也听不懂，这怎么的？上来就干呢？和谐社会，咱们说话注点意。有没有听过善语结善缘，恶言伤人心啊？咱们平时说话唠嗑，那得存善心，造善因，说善言结善缘，做善行得善果。你俩先分开来，没事不用担心啊，这玩意儿潜着还能长出来。我先捞走吧。你这脾气太大了，钳子都给人薅掉了。你在这儿静静心吧啊，养点花是吧？再整个小宠物啥的，都给你配好了，现成的。你看这花开的多好看，有没有心胸开阔一点？说你呢，开一下子那花，哎，对喽，你看这花开的多好看，是不是一瞬间你的这个心胸就开阔起来了？虽然不知道你俩刚见面唠了什么，但是永远记住一句话：善语结善缘，恶言伤人心。记住了啊！今天倒了点海鳗，本来是打算喂龙鳗的，结果龙鳗还凉了，先养起来吧，反正。但是看不行，喂别的鱼。这玩意儿怎么滑吧叽溜的呢？这玩意儿啊！就不信，就这么难捞吗？哎呦我他妈海洋之灾，我连你我都搞不定了。2小时后，我完了，我全没给我累死。这玩意儿我跟你们讲，他从前面也能出溜，从后面还能出溜。我这个网还不够深，喂鲨鱼，必须喂鲨鱼，我必须亲眼看着鲨鱼吃2条，放解我心头之恨。捞2条喂鲨鱼，哎呀妈呀，太可恨了！这个东西真的，我从未对某个物种的恨我达到如此。又得捞2小时后，捞到你了吧，小东西，给我下地狱去吧！让你们见识一下鲨鱼在面对如此可恶的海鳗的时候有多么的凶残。我错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海鳗是底层鱼，柠檬鲨是上层鱼，也就是说，它俩根本遇不到。也就是说，我又得把它捞出来。刚才在40的缸里，我捞它用了2个小时，这个缸3米长啊！不捞了，说啥我也不捞了。谁帮我想想，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我捞不动了。游起来了，个头也够用，唯一的问题吧就是他好像脑袋不太好使。经过了几个日夜的多番周折，
自把我对象养的这个恶雀鳝和红尾年之后，天天鼓秋鱼，他都不鼓秋我了。所以趁今天我对象有要事儿走不开，我偷摸给你们做一道我自创的传世名菜——恶雀鳝鲶鱼焖泥鳅。第一步，给他俩填胃口。恶雀鳝和红尾年的胃酸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分解酶，这种分解酶可以让泥鳅的肉质更加细腻，而且消灭掉所有的土腥味儿。而且被恶雀鳝撕咬过的泥鳅，它身上会出现很多个小孔，可以让肉质更加的紧实弹牙，而且特别入味儿。这俩大鱼都吃饱了啊，这个时候它们肚子里的泥鳅应该状态正好，再多消化一会儿就成汤了。然后趁我对象有要事走不开，把这两个跟我争宠的鱼捞出来，给他上锅蒸了。哎，对了，我对象今天有啥事走不开来着？给你拍视频呢，所以走不开。我的妈呀！这大电鳗比我对象胳膊粗这么些。哎，你回来瞅我对象一眼啥意思呢？隆重介绍一下新成员，拥有着亚马逊水中高压线之称的大电鳗。这条体长大概1.2米左右，嘎老粗啊！这条，拿个灯泡给你们试验一下子电鳗放电的效果。放啊！拍视频呢，你这样不放我好尴尬，你知道吗？信不信我给你炖了？我去，不炖啊，不炖！哎呀，吓我一跳！不能啊！你说我养个电鳗不会放电？我扔个小鱼试试吧，有可能是灯泡坏了，也有可能是我的线坏了。看着啊，这个小鱼在电鳗身边的时候，基本上它会被电的无法动弹，然后就翻白，然后我就挺尴尬的。我现在真没电吗，哥？你真不放啊？不放吧，我先过温过水，然后入缸。过温过水完成了啊！电鳗入缸，记住8个字的要领：入缸要快，姿势要帅。水中太多了，舀出去几盆。我的妈呀！这大电鳗比我对象胳膊粗这么些。哎，你回来瞅我对象一眼啥意思呢？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完了，养个电鳗成情敌了。有个问题啊，不会放电的电鳗还能叫电鳗吗？我估计吧，它应该是这会儿没电了，运输过程当中来回受惊吓，它害怕电放完了。另外，鉴于他刚才的表现，我非常想把他给炖了。明天给你们做电鳗焖泥鳅。我是脚里的鲨鱼。鲨鱼视角里的我。这蓝环章鱼咋刚来就下炸毛了呢？时隔多月，我心心念念的蓝环章鱼终于又整着了！哈哈哈哈！不要问我之前那只蓝环章鱼去哪了，它出门旅游去了，18年后回来。当然了，回来之后是什么物种就不一定了。不过大家不要在意这些细节。8个蓝环用这么大的箱子，肯定有赠品。你看看我这啥来着？就这个空的，这啥也没有啊。
肯定在这里。我就说发个蓝环，怎么可能这么大个包裹？这个包裹的大小就有点像了啊。这发个章鱼，大包套小包，大肠包小肠的干啥呀？整的跟俄罗斯套娃似的。白期待了，啥赠品也没有。章鱼活着没？哎，活着呢。那小爪子在那嘎达咔咔一顿拎的。我先过温过水，然后给它入缸啊。过温过水完事儿了啊。这玩意儿我轻易我还是别上手了，我拿夹子整吧。出来了。哎，这个色儿的灯拍出来章鱼怎么这么丑？等会儿啊，换个色儿。哎，这回对劲儿了嘛？哎，这蓝环章鱼怎么刚来就吓得炸毛了呢？各位仔细看它身上那个若隐若现的小蓝点儿，蓝环章鱼身上这个蓝圈好像不仅仅是一种颜色，它在发光，那玩意儿带亮。咋的？刚来你就饿了？来吃个虾仁儿。就喜欢这种嘴壮的。突然一阵邪恶的念头涌上心头呢。拿出对面试试啊！我的衣服！你给我衣服整湿了之后，你还第一时间把虾抱住了是吧？不，你这也太……是我能跟你抢还是咋的？那玩意儿你咬过的东西，谁敢吃的？不要命了！大哥，就你这动静，一般蛤蟆不沾点蛋疼，它都叫不出来。再给你们瞅瞅新来的小丑吧，别看这玩意儿长得丑萌丑萌的啊，正所谓蛤蟆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漂白。在这副非常抱歉的颜值之下，隐藏的是全世界最优美的蛙鸣。大哥，就你这动静，一般蛤蟆不沾点蛋疼，它都叫不出来。而且我发现你怎么豁牙子呢？太难听了，你别叫了。走，咱们回鱼缸里去啊！哎呀，哪你还不乐意了？咋的？不乐意回去啊？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不乐意，给我回缸里去。哎呀妈，有点滑。就你这动静，邻居不知道的都以为我在家里打孩子呢。那回去吧。天生鼻子上就长个逗猫棒的鱼，你们见过吗？就是这条五角虎。他来那天我就告诉他，跟着我指定能吃饱饭。但是跟着我他已经饿了半天了。不是哥们儿不小喂，五角虎是一种吃鱼的海鱼。打2块还是螳螂虾的拳头打2块？要不我哪天试试？完了，俩水母缠一块儿了。这玩意儿能用手解吗？水母来啦，雇佣，看看这小意境，如同那黑夜中扑火的扑棱蛾子。介绍一下啊，这个水母的品种
不重要，是啥我也没记住。重要的是这个品种名叫大西洋海刺，是一种专门吃水母的水母。也就是说，刚才不重要的那个是饲料。捞一个喂喂看。感谢这个不重要的水母为我们家大西洋海刺的饱腹感做出了一份贡献，让你们看看水母是怎么吃东西的。这就给挂上了，这玩意儿比我想象中的凶啊！再喂一个，我感觉另一只大西洋海刺好像要去抢去，这俩水母到时候别缠一块儿了，那可糟糕了。给你们拍个侧面视角的啊，啥也看不清。水母呢？太凶残了，啥时候吃的我都没偷着，而且我最担心的事儿好像发生了，他俩是不是那个触手缠一块儿了？这咋整？我也不敢上手啊，给我手也缠一块儿了，咋整啊？要么研究研究，时间长，他俩是不是应该就能分开了？2000 years later， 半小时了啊，喂鱼我都喂一圈了啊，这俩水母越缠越紧呐！What the fuck？ 实在不行上手吧。你们说我这回我要拿手解了，下回他俩再缠我还有手解了吗？